来，开始录视频了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然后现在去把之前买的那个夏天玩的游泳池啊，放在后院玩的游泳池把它给退掉，因为用完一次之后，它大概能维持3天的气在里面。紧接着再充气呢，就发现只能用1天，1天之后再充气呢，就只能用半小时了，等于说它储存气的能力越来越差了，所以呢，打算把它给退掉。然后今天我想讲一讲，就是说学好英语的重要性，因为4点经你们呢是第一语言是中文。所以我不会太担心这个中文母语学得怎么样，反正听肯定没问题，说也不会有问题，读兴许有问题，写估计问题更大。但是我觉得在后期的生活当中，听跟说是最重要的，读跟写呢虽然也重要，但是没有听跟说重要。所以呢，英语这方面我希望你们能够练得跟母语一样那么流利，这是我的期望至于能不能实现这不好说，因为就拿我自己来讲吧，我如果在一个纯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生活个7年8年，兴许英语能够让自己生活无障碍，工作没什么障碍，但是达不到母语的那个程度。但4点经你们不一样你们从小在这边生活，对吧？可能到你们7、8岁的时候，英语就能练到母语的那个程度。到那母语的程度之后能干嘛呢？现在估计讲那些大道理你们不懂，可能等你们多回几趟中国旅游之后，你们就会清楚。我先把这个例子先讲出来，等若干年之后你们再回头来验证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地道潮汕人，但是呢他读书不多，中学勉强读完之后就没再读了。初中我讲初中不是高中，读完之后他就没有继续再读书了。那么呢他就去了深圳打工，这是我的这么一个朋友的一个情况。然后我需要讲的是讲他老妈，他还有他的孩子3代人的一个情况。他老妈呢也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土生土长到什么程度他就只会讲潮汕话，然后普通话能听但不能说。根据我的了解，自从他生完小孩之后就一直在他们老家潮汕地区在那边生活工作，当然主要的工作就是带小孩了。直到孩子长大之后有点出息了，在大城市彭城，也就是深圳吧，在深圳他的孩子们就是我的朋友这一代，因为我朋友他有5个兄弟姐妹，那想想看，我朋友他母亲生完小孩之后主要的工作我觉得就带孩子，是吧？你说出去打工有可能，但是不会太频繁，毕竟5个小孩要带呢。其中他的大女儿就我朋友的大姐在深圳呢是做卖手机生意的，然后做的有自己档口之后，就把他的母亲，就我朋友的母亲带到深圳来了。但是呢我这朋友的母亲就只能在他家里晃悠晃悠，以及这个潮汕圈子晃悠晃悠，因为他不会讲普通话，就很难去看外面的一些东西。当然看是看到，但是沟通起来就比较困难。所以
我说我这朋友他母亲除了带孩子，早年间呢主要的工作应该没做什么，就是带孩子。就算有做工作，也只是在潮汕地区或者讲潮汕话的地区工作。只不过孩子还小，他不可能跑到广州、深圳去打工啊，对吧？所以呢，我估计他早年的活动范围、工作范围就是在潮汕地区。就有朋友就那个初中勉强读完了的这个他会讲潮汕话，同时又会讲普通话，那么就让他能够走到大城市里面去工作。当然潮汕人骨子里面的基因就是说，我工作可以，但是让我工作一辈子不行，我不管怎么都要当老板。所以我这个朋友他是认识我的时候，他是立足于深圳赚着全国的钱，当然也是卖手机那个年代是卖 iPhone 4那个年代 iPhone 4S 当时都没有出，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这朋友后面因为一些家庭的变故，经济上面的变故然后就去了海外，开了一个餐厅。开餐厅做了也有点起色。你说是潮汕人骨子里面的基因就是不一样，是吧？也有点起色之后呢，他就把自己小孩也带到海外去了。带到海外去之后，小孩呢，当时我也在我相信你们将来也能够认识的，也能认识他们就当时我也在，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既然有机会来到海外，就好好的把英语给学好。然后他们当时也就10岁上下吧还有个6、7岁，可能7、8岁，就这个年纪，2个小孩嘛。然后他们就不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把英语学好呢？我将来这个英语就当前他们就认为在那个年段英语运用的场景不多没什么地方可以发挥的，除了在海外，是吧？没什么场景把这个中文普通话练好就行了嘛。然后我就问他们，你们会不会潮汕话？他们讲会，能听能说。然后我就给他们举例子，就说你们的奶奶，也就是我朋友的妈，你们奶奶呢只会讲潮汕话，她从小到大生活的地区、工作的范围就仅限潮汕地区。她想来深圳打工都很困难，因为她不会讲普通话，所以呢，对她的工作地区范围就非常受限制，是不是这样？他们点头，2个小孩都点头说是的。后来我就说，你们的爸妈因为能讲普通话，所以呢当然也会讲潮汕话了，所以呢不仅能在潮汕地区工作，同时还可以在深圳广州这些地方工作做生意，是不是？因为他会讲普通话，所以呢在选择工作的地区方面呢，就比你们奶奶要更加宽广一些，是不是这样？是的。但是现在国内工作也不好找不好干生意也很困难然后他们才会来到海外开店，是不是？他说是的。现在呢，你们会讲潮汕话，会讲普通话，那么也就是说，你们可以在潮汕地区找工作，也可以跳出潮汕地区，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工作，是不是这样？他说是。但是如果你们把英语练好的话，你们还能在国外去找工作，那是不是选择的更多啦？对不对？然后他们说是的，但是他觉得国内已经足够让他们满意了，所以呢他们没有，就是当前的那种想法，就是还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往国外去走一走。然后紧接着我又问他，你们是喜欢在老家待着还是在深圳待着？然后他们就说深圳我说为什么呢？那深圳好玩的东西多。我说对呀，
你们如果只能讲潮汕话的话，那么就只能在老家待着，那么可选的东西就少了。但是你们会讲普通话，你们可以在各个城市都待啊，好吃的好玩的都能体验一番。我说是不是这样？他说是的。然后后面因为他们当时在国外也有读书，我就问那你们读书的话是喜欢在国外读还是回到国内读呢？他讲喜欢在国外读。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在国外读书的话嘛，每天中午12点就放学了。当时我不知道，我以为下午再怎么也得2、3点放学吧，结果他们告诉我12点就放学。当时我是挺惊讶的。当然我也不说什么了，然后就说对啊，如果你们把英语学好的话，你们可以在一个更加轻松的环境下面读书，而不用在国内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7点钟就得出门，甚至有些7点钟就得到学校去早读，那压力多大呀，对不对？然后在国外读书的话，你们可以8点钟才去学校，然后中午12点放学，回到家吃吃饭，写完作业，下午又出去，该运动的运动，该玩的玩，那是不是很爽？是的。然后将来找工作也是一样，如果潮汕地区不好找工作，你们可以去深圳、广州、北京、上海都能找。如果国内这些城市都不好找工作，你们还可以在国外找，因为你们会英语，这是个最大的优势。但倘若你们不会英语的话，只会潮汕话跟普通话，那么就只能在国内找工作，是不是？他们也说是。反正跟他们聊完这个之后，他们当时是满腔热血，觉得自己一定要把英语给学好。可能我们小孩也是那种3分钟的热度吧，后面也没怎么学。当然这个跟他父母在国外的生意有一段时间没做好有关吧，反正就直接回到国内了就没有继续在国外待着，就直接回到国内。当然此时此刻2026年7月份了，这小孩们呢目前还是在国内读书。当然他们父母现在为了赚钱养家糊口，依旧跑到其他国家继续开餐厅去了。因为这个开餐厅的话呢，他们主打潮汕菜。潮汕菜有个特点，就是受众群体特别广。这什么意思呢？不管你是我们国家东南西北哪个地方的人不管你是哪里人，也不管你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们都能接受潮汕菜这种口味不像什么川菜湘菜这些偏辣的。偏辣的呢受众群体少，只有那些能吃辣椒的人才可以吃。但潮汕菜呢真的是所有人他都能够吃得了。当然不是说所有潮汕菜大家都爱，而是潮汕菜可能你来他们餐厅点餐10个人来吃饭，10个人可能点了12个菜，总有那么2、3个菜是你能够接受并且喜欢的，是这个意思。反正讲完这么多我就希望你们再把自己母语我要求呢就是听说读写都得会的情况下呢，再把英语呢能够练到跟母语一样。因为我说我这个年纪再花个别说7年，让我花17年去练，我也练不到一个母语的水平。因为有一些东西烙印在自己脑海里面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再去改变。可能我的一些词汇量语法能够起来，能够做到好学生或者是雅思达到多少分的一个程度，但是我知道自己达不到母语的那个水准，因为我也不是学习成绩非常好的人。但是我把你们安排到国外来生活，我就希望我走过的一些弯路你们可以绕过，这是我发自内心的一个想法
做最好的准备。我也不希望遇到最坏的结果，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是我的希望。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吧，回去再去剪辑，可能过2天再发，因为最近也比较忙。然后以后的视频我争取做到每周录1到2期，你说让我每天录我也忙不过来。大体就这样吧，拜拜。